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，剧中的索心和阿若都曾是如懿身边最得力的大丫头。阿若背叛如懿的时候，出其不意，下手狠绝，几乎拿走了如懿的半条命。而索心却永远是一副温柔、和气、不紧不慢的样子。尽管如此，索心的心机却远在阿若之上，甚至可以说，阿若直到死都不会明白索心的心智是自己不可企及的。大家都知道，阿若是如懿的陪嫁，索心是宝亲王府的新字辈的大丫头。从关系远近上来看，陪嫁侍女显然应该是如懿最信任的。《如懿传》中，富察皇后舍得把莲心指婚给王亲去受委屈，素练却要留在身边。嘉妃对下人严厉，她手下的丽心存在感也不高，但陪嫁侍女珍淑对她来说却是姐妹般的存在。到了如懿这里，索心却渐渐取代了阿若的位置。剧中很多次，当阿若在如懿面前喋喋不休的时候，如懿总是很疲惫地说：“你出去吧，让索心进来。”在延禧宫，索心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比阿若更能得到如懿的重用，有阿若本身性格差的原因，但多数是索心自己的原因。阿若总在提出问题，甚至制造问题，而索心在解决问题。对于紫禁城中的妃嫔们来说，生活不易，步步惊心，下人的作用是帮助主子出主意，解开心结，解决问题。但阿若却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。在剧中，我们常常看到阿若气冲冲地对如懿说：“卓儿，内务府那些人又在欺负我们。卓儿，皇上明明说要来的，又不来了。”虽然看起来阿若也是在替如懿着急，为了如懿好，但是如懿在外与其他妃嫔相处，与对手过招已经很累了，回到宫中之后还要承接阿若提出的这些问题，甚至还要安抚她的情绪。久而久之，如懿难免感觉力不从心，感到烦躁。索心与阿若不同，她表面上柔柔弱弱，情绪却很稳定，关键时刻也派得上用场。像海兰被高贵妃为难那次，如果不是索心机灵去找皇上，恐怕海兰要凶多吉少。每当如懿遇到了烦心事，她总是把阿若打发出去，让索心陪在身边。索心话语不多，却能抓住问题关键，让如懿内心平静，头脑清醒。阿若一直在断后路，索心却在拓路。阿若在宫中一直是个横冲直撞的角色。前期依仗如懿的庇护，无论是内务府总管还是其他宫中的大丫头，她都不放在眼里。心情不好时说出的话更是像刀子一样，专挖人心中的痛处。后期皇上把她收了，她更是无法无天了，不是对抬轿子的下人非打即骂，就是在自己宫中摔盘子摔碗，甚至对海兰大打出手。经过她一番神操作，她在宫中已经没有一个朋友，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。富察皇后并不是个爱管闲事的，但她和素练提起阿若来，都要评价一句，很是讨嫌。这样的人，顺境中还有人巴结，一旦落难，会有无数人落井下石，恨他不死，哪还有人替他求情？索心却比阿若聪明得多。李煜被罚跪，索心很是同情他，说跪瓦骗子最疼了，还在如懿面前推荐李煜，卓儿，王亲不可靠，李煜却是个可靠的。后来李煜喜欢索心，也合乎情理。有谁会不喜欢一个对自己的苦难感同身受，又替自己铺路搭桥的人呢？所以即便李煜后来知道索心爱的是江雨斌，他还是愿意在索心落难时拼尽全力帮助他，成全这对夫妻。在对待莲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。莲心落水被如懿搭救，索心跟着忙前忙后，还把自己的干净衣服给莲心穿。在莲心那么绝望的时候，索心此举实在让人心生暖意。那么来日索心身处麻烦中，若莲心有能力帮助，他又怎么会不帮呢？索心比阿若更了解如懿，阿若是那种受不了委屈的人，明明是自己错了，被贵妃罚跪俚语之后，爬回到宫中，泡在浴缸里，嘴上还不老实，一直诉说自己多难过，换来的却是如懿的批评，甚至虎着脸让他自己喝姜汤。如懿之所以对阿若这样不耐烦，一方面是因为阿若到最后都不知错，实在不懂事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懿已经非常厌烦阿若说话的方式。
如意是心气儿高的人，心气儿高的人最讨厌的是别人把他当成笨蛋一样，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要一遍遍掰开揉碎了讲，或者在谈话中屡屡设下情绪陷阱，我给你一种情绪反应，你就要给我一个相对应的反馈。阿若回到延禧宫，之所以哭唧唧地说自己多难受，说高贵妃这样做是针对如意，就是想激发如意的愤怒，让如意给自己讨回公道。如意很显然读懂了阿若的心理，所以她才更讨厌阿若，因为阿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，把如意当成工具人。同时她也严重低估了如意的聪明程度和思维的独立性，想要用自己愚蠢的见识来干扰和控制如意。相较来说，索心更懂如意。有那么几次，如意问索心，阿若是不是又欺负她了？索心没有埋怨，只是苦笑，或是说一句，阿若姐姐就是那种性格。索心的回答不急不缓，有大量的留白，表现出的是对如意的信任。他相信以如意的聪明能够读懂那些留白，无需加注释。与索心说话，如意不必多费口舌，也感觉到了被尊重。对待婚姻和感情，索心看得更深更远。阿若是那种又蠢又傲慢的人，他不但低估了如意的聪明程度，低估了皇上后宫的复杂程度，还低估了皇上本人。原著中对阿若的描述，她是个长得挺美的丫头。在他看来，皇上就是一个会被皮相迷惑的肤浅男人，他对皇上会宠爱他这件事很有信心。殊不知，帝王之心怎会像他一个婢女想的那样简单？从阿若卖主求荣那一刻开始，皇上已经把他这个人看透了，也看扁了。高傲的君王绝不会允许这种又蠢又坏的女人与自己同床共枕，甚至阿若能误认为皇上会喜欢她，都是对圣心的亵渎，是一种罪过。因此皇上要给她最大的羞辱，让她苟延残喘地活着。在对待情爱问题上，索心同样比阿若清醒。索心陪着如意进冷宫之后，如意曾说，你原本可以不用陪我，你可以嫁给江雨斌的。但实际情况真的是那样吗？索心陪如意进冷宫，的确有主仆情深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。在封建社会，下人对主子不忠，属于德性有亏。如意落难，索心若自顾自地跑去嫁人了，江雨斌会怎么看待这个妻子？夫妻之间还会不会有尊重和信任？如果连尊重和信任都没有，情爱怎么会长久？况且封建社会，男人是可以纳妾的。索心以后是要做当家主母的，没有强大娘家的她，德性方面又没树立起来正面形象，难免被看不起，往后的日子怕是也不会好过。所以即便再苦再难，索心都要跟着如意，这是她唯一一条可以选择的正确的路。如懿传中的阿若是全剧中最高估自己的婢女，而索心是最容易被他人低估的婢女。索心的心机，阿若永远不会懂的。当然，心机本身也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在偌大的紫禁城中，全然没有心机，就是行走的活靶子。而有心机者，若索心、如意，只要不用心机去害人，那又何妨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